好了，朋友们，這次做一個關於英國租車自駕的一個視頻。我之前英國的 vlog 裡面有過自駕威爾士和自駕蘇格蘭的2個篇章，很多朋友通過私信來問我關於英國租車和自駕的一些信息和規則。其實，在視頻裡面已經有所呈現了，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是做一個系統的一個視頻，把所有的信息規整起來，也方便大家通過一個視頻系統的去了解英國租車自駕的這個信息。英國雖然公共交通還算可以，但是有一些很漂亮、很美麗的地方，只能通過自駕才能前往。但是由於英國的駕駛，首先它是右舵，第二又是異國他鄉，很多朋友对自駕感到很焦慮。先疊個甲，這個視頻所有的信息也是我通過我的經驗和我查詢網上資料所得到的，中間一定會有錯誤，如果有錯誤的話，希望大家指出以及包容我。本人自己是擁有英國的駕駛執照的，而且還在英國自駕了很多次，稍微有一點經驗。希望我這個視頻能夠幫助大家更從容、更安全的在英國自駕。本次視頻一共分為2期，一期是關於租車的，一期是關於在英國自駕的駕駛規則和注意事項。首先我們來講一下關於英國租車的一個事情。在 UK Government 的官網明確寫了，如果是外國的遊客，可以在入境後的12個月內憑借自己本國的駕駛執照在英國租車，也不需要一些什麼國際駕照這種東西。在英國租車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大家只要憑着自己的駕照就可以租車了。很多車行是只租給25歲以上的駕駛員的，有些車行也租給25歲以下的駕駛員，但是要收取額外的費用，這是不同車行的規則。那麼到時候大家自己去查詢。關於租車的話，會關心這幾件事情：我在哪租？怎麼租便宜？租車的時候要注意些什麼？怎麼去買這個保險？那麼我會一一的為大家解答。首先，我們怎麼租車？我們國人大多數接觸的租車基本上都是第三方軟件，像租車啊、攜程啊、Klook 啊、Booking 啊，其實這些我們熟悉的第三方軟件都是可以租車的。用的最多的就是租車了，因為租車這幾年在國外租車算是比較一個權威的一個第三方了。我們就以租車為例來講一下這個租車的事情。用第三方租車有這麼幾個好處：首先可以多方比價，大家只要搜一個想租車還車的地點，那麼就會出現很多不同的租車行，大家可以通過比價來選擇自己想租的車。然後第二的話就是第三方租車的話可能会稍微比官方租車要便宜一點，他們可能拿到的是合約或優惠價，但是有時候租車就是會比官方便宜一點。第三個語言上面，這些像租車這種軟件都是中文，大家看中文選車會更為游刃有餘一點。然後就是它的保險會更便宜一點，這些就是第三方租車的優點。那麼第三方租車也有它的缺點，首先就是信息不對稱。我們通過第三方 APP 得到的信息不是一手的，而是這些 APP 轉手原來的網站給到我們的信息，中間一定會有信息不對稱和信息差。我記得曾經在意大利租車，有一次我在租車官網上訂了一輛自動擋，但是到了現場他跟我說他們租車行根本就沒有自動擋，只有手動擋。然後我打電話給租車客服，搞了半天，最後還是沒有解決，最後我還是開了手動擋。那麼第二個就是溝通的成本上的問題，如果大家在現场發現和自己預定的車完全不一樣的型號，大家需要找租车的客服，在租车客服再去聯繫他們的公司，多方轉折，其實會浪費很多溝通成本、時間。大家在國外出去玩，其實最害怕的就是把時間耽擱了。然後大家記住一點，就是第三方租車的 APP 它不是直租啊，租車給你的永遠都是車行，第三方 APP 就相當是一個中介，通過中介做任何事情一定會產生更多的溝通成本，它只是幫你匯總信息，真正碰到問題的話，有中介說不定還不是一件好事兒。那麼第三個問題就是保險的理賠，租車它有自己的保險，這些保險大多數情況下是比原租车行要便宜的。那麼很多朋友會覺得買這些保險會更划算，但是如果進入理賠流程的話，這些保險就變得比原來租車行的保險更繁瑣。如果出了事情，大家首先在現場必須得拍好所有的證据，然後自己先墊付錢，然后再回到国內去提交給出租車，然後再通過出租車的保險公司，如果這個保險理賠成功的話，才會把錢退給你。雖然我沒有走過這種保險理賠程序，但是看網上很多朋友整個保險理賠走下來幾乎都要1個月的時間，這1個月時間內其實大家是會比較焦慮的。如果不是直接的保險理賠，純粹憑拍照或者一些證據的話，很有可能造成信息的誤差，導致保險賠不下來。那麼賠錢賠下來算是好的，如果賠不下來，大家已經回國了，再去找那些租車行，再去找當時租車的那輛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這個風險也是通過第三方保險需要承擔的。很多朋友還有個誤區，就是我買了租車的保險，到了現場這些車行的工作人員還瘋狂給我推銷保險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大的一個認知誤差首先大家買的第三方保險，車行大概率是看不到有這個保險的，在他們的眼裡，可能你訂車只是一個裸車，並沒有任何保險，所以他們會推薦你買他們的保險如果是第三方保險來理賠的話，對租車行來說其實是更多的一道工序。大家想想，其實如果介入第三方來
搞理賠這個事兒，想想其實就是挺複雜挺煩的，所以他們更會推薦於買自己車行的保險。自己車行的保險出任何事情，只要他们自己内部解決就可以了，大家也不需要去抱怨这個事兒，如果他推下來就說 no 就可以了，他也不會說什麼的。所以聽就聽一下就行了，因為人家也是在工作。這麼說下來，其實第三方 APP 好處就是在於國人使用更方便一點，但是問題就在於真的碰到問題了，第三方租車的 APP 風險會變得很大。我曾經也一直是用第三方 APP 租的，直到今年開始我才開始慢慢摒棄第三方 APP， 因為我發現其實官網直租並沒有比第三方 APP 要煩。那麼車行直租的優點也很明顯，就是第一，它是非常直接，你直接在車行租，到現場提車不會出現任何問題，哪怕出現問題，車行也會幫你直接解決。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我想租的車它沒有，但是它一般都會幫你升級更好的車，對租車的客戶來說其實是更好的一個體驗。第二個優點就是保險理賠快。那麼如果大家買車行自己的保險，出了事兒碰擦了撞車了，回到還車的公司，他只要檢查一下，如果你的保險 cover 掉這些損傷的話，他就會直接讓你走，不會任何扯皮。大家也不需要擔心自己信用卡錢被克扣，只要現場的工作人員說你 OK 你可以走了這個事兒就結束了，你的租車就結束了，減少你的焦慮，該是什麼就是什麼。如果真的要賠錢，那麼現场就賠就行了，他就會告訴你。如果不用賠錢，那就是大家走人，就新的一天就開始了。它的缺點可能就是價格會稍微貴一點，最主要就是保險嘛，租車的保險一般都很便宜，那麼車行的保險有時候會挺貴的。車行直租的話，我們需要了解一下英國有哪些車行，比較大的幾個車行呢，就是 Sixt、Hertz、Europcar 等一些車行啊，這些都是國際連鎖大品牌了。那麼也有一些比較廉價的車行，像 Enterprise、像 Budget、像 Avis、像 Alamo， 還有個這2個年比較新奇的 Green Motion， 這幾個是廉價的租車行。那麼大車行跟廉價租車行的區別就在於，大車行可能車子會更好一點，然後保險會更全一點。那麼小車行的話，有時候租的車其實挺垃圾的，而且有時候保險它是不全的。那麼這個我們之後來講到。車行直租的方式很簡單，就是大家去它的官網去下單去訂車就可以了。今年我在蘇格蘭租車是通過一家租車行叫 Sixt 租車的。那麼我今年發现其實 Sixt租車還是比較好的，比較省心的。那麼我現在就通過 Sixt 這個租車行的官網來教大家如何在官網直租車。OK， 我們現在來到了 Sixt 這個官方網頁上，大家選擇的錢可以選擇英鎊，語言選擇英語或者中文也可以。我們這裡就用英語吧，因為英語的話它會更準確一點。那麼 currency 我們就選擇 pound，OK。比如說我們這次要在蘇格蘭自駕，那麼我選擇在愛丁堡老城區租車。那麼這邊也可以選擇在別的地方還車。那麼我們先默認自己是在愛丁堡租還車啊。那麼時間我就隨便選了。那麼我們直接點這個 show cars， 就到了選車頁面了。這裡有寶馬、3系、沃爾沃啊什麼之類的，選擇一個最便宜的這個高爾夫吧。那麼首先到了一個界面啊，這個界面有2個選項。首先第一個就是 booking option 啊 ，best price。是最便宜的，它寫的就是 free cancellation and rebooking within 24 hours， 訂車之後24小時內你是可以免費取消的。大家也可以選擇這個叫 stay flexible， 就是說在取車之前就可以隨時取消。那麼這個要加點錢了，可能一天加50塊錢這個樣子啊。我個人覺得大家可以偷雞一下，比如說先選一個 stay flexible， 然後快到租車的時候再看看官網這個價格，如果價格更便宜的话，大家把那个原來的那個免費取消掉之後，重新再租這個 best price 就可以了。下面一個叫 miles age 啊，就是英國這邊它有時候租車會限制公里數啊，它這個公里數差不多是1050公里。當然大家也可以選擇 unlimited miles， 就是無限公里數啊，這個就要加點錢了。就是大家可以通過谷歌地圖去算一下自己整個差不多的公里數啊，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會選擇無限公里數的。OK， 同時大家一定要看清啊，大家到底是租的是手動擋還是自動擋，因為在英國手動擋的車是非常多的，比如說像這個高爾夫就是 manual 手動擋，那麼我們可以改成這邊自動擋，這是 automatic 自動擋，認識2層，然後還是選擇 stay flexible 和 unlimited miles 啊。好了，接下來就是一個選擇保險的環節了。選擇保險其實是大家一個非常頭疼的一個事情。那麼我現在給大家介紹一下英國這個保險有哪幾個保險。保險這個東西在租車上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我一直在網上看到很多人在問，到底選什麼保險，買什麼保險對？什麼是全險？我到底買的是不是全險？那我覺得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保險的種類，才能更游刃有餘的去選擇以及去駕駛。我老是看到很多說，我明明買了全險，為什麼還要讓我賠錢啊？這並不是因為你買了全險的問題，而是因為你買錯了保險。那麼我現在給大家去介紹一下英國這幾個保險。首先第一個保險叫 CDW， 它的英文名是 Collision Damage Waiver 啊，我們用中文翻譯就是車輛碰撞險。很簡單理解，就是
車輛的刮蹭、车輛的碰撞导致车輛受损，就是比如说大家開車的時候不小心蹭到了牆啊，或者蹭到了某些樹啊這種之類的，造成了車身的損傷，這個險就是保這個東西的。第二個險就叫 TP 的全稱就是 Theft Protection， 翻譯過來就是盜竊險，就是車輛被盜這個事兒。這個東西在歐洲可能沒有那麼常見，但是在美國特別常見，就是大家玩突然發現车沒了，车被偷了的話，這個險是保所有整個車的。在英國 CDW 和 TP 这兩個險很多時候是合在一起的，然後他們統稱為 LDW Loss Damage Waiver 車輛減免責任險，其實就是相當於把碰撞險跟盜竊險合在了一起。但是這個險它並不是說大家所有的車損它都是保障在裡面的，這個險是不包括這幾個東西。首先是輪胎，我們說的輪胎是橡膠的那個地方。第二個就是玻璃和擋風玻璃，包括前擋風玻璃，包括車輛周圍的玻璃，包括後視鏡的玻璃，這些它是不保在裡面的。那麼還有就是车底跟車頂，這兩個東西也是不保在这個保險裡面。所以大家即便買了這個險，如果是碰到剛剛說的幾個東西的一些損傷的話，它依舊會讓你賠錢的。LDW 雖然即便買了，大家需要知道在裡面還有個坑，就是必須要知道有一個詞叫 excess。什麼是 excess 呢？用中文翻譯就是起賠額。起賠額就是一個數字，如果車輛受損定損之後，它的賠償價格不超過這個起賠額的話，我們租車人需要全額的賠償。如果超過這個起賠額的話，租車人只需要承擔這個起賠額的價格，剩下的多餘的價格是由保險來賠付的。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們買的這個 LDW， 它上面寫的起賠額是100磅，那麼我們車輛去定損了，定損之後說要賠75磅，這個75磅是小於100磅的，所以這個75磅需要你自己賠償。如果我們定損是200磅，那麼我們只需要賠付它的起賠額100磅。剩下100磅是由保險賠的。簡單來說就是，如果撞了一個高額度的價格，不管撞得多慘，大家只需要賠100磅就行了。如果是小刮蹭的話，小於100磅，大家需要付這個小於100磅的價格。所以大家在租車，尤其是看車損險 LDW 這個保險的時候，一定要仔細看它到底有沒有起賠額。很多租車行在英國是有起賠額的，但也很多租車行是沒有起賠額的，他們這個叫零起賠額。接下來一個險，第三方責任險叫 Third Party Liability， 就是理解為除自身和車以外，造成第三方的損害損失。這個第三方包括別人的車或者是人的損害，這個保險就是賠付的。在英國租車的話，第三方責任險是必須要囊括在保險裡面的，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去單獨去買這個險，因為大家租車的這個價格裡面就包含這個險的。這幾個險，車損險跟第三方責任險是基本上大家都會買的一個險。那麼接下來幾個險是一些額外的險。那麼首先最重要的一個險就是輪胎和玻璃險那麼剛剛說到就是 LDW 車損險是不包括輪胎和玻璃的，輪胎被扎破了，或者玻璃被某些不法分子給砸碎了，這個 LDW 是不賠付的，需要你自己賠償的。但是買輪胎跟玻璃險就沒有關係了，就可以 cover 掉了。尤其是在英國駕駛，它的路況沒有那麼好，有時候就會碰到那種坑坑洼的地方，導致輪胎被扎了會破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自己租這車這個輪胎的狀況什麼，可能就是在臨界點了，然後正好碰到你被扎破了。但英國我覺得還少一點，歐洲可能會多一點就是玻璃被砸，行李被偷，行李又被偷了還要賠玻璃，這也挺划不來的。所以輪胎和玻璃險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買的一個險。接下來一個險叫 Roadside Protection， 翻譯過來就是道路救援險。這個道路救援險引申的含義是人為失誤導致的道路救援。如果是因為我們自己身失誤的，比如說丟了鑰匙，或者是自己開車把輪胎扎破了，或者自己開到坑裡了，或者是加錯油了，或者是撞了別人的車了，這些人為失誤導致需要有拖車來把你車拖走，而你無法把自己車開回去的這個道路救援，這個險是包這個拖車的一個費用的。那麼如果是因為車自己本身的問題，比如說拋錨啊、機械問題啊導致的一些需要拖車来道路救援的話，這個道路救援的費用就不用你承擔了。这個看人了，我覺得就是如果大家對自己駕駛的一個能力不是特別自信的話，建議也買這個險，萬一碰到事情會減少這個損失那麼以上就是英國租車這邊大致幾乎所有的租車行都會有的這些保險，其實也不多，也就這幾個，仔細去研究的話其實並不難理解。那麼我們繼續回到我們之前的租車頁面來看看我們怎麼選擇保險。OK， 我們回到了選擇保險頁面。Sixt 的保險選擇它並不像我剛剛說的，大家是要勾選幾個保險，它是會給幾個 package 的。我們這裡有4個 package。首先第一個叫 No Extra Protection 顧名思義就是啥也不保，出了任何事情都是得你賠的。這個東西當然是也是不要錢的，選擇一下看一眼就算它什麼東西不保，大家可以看這個下面有個 Your Booking Overall就算你不選任何保險，這個 Third Party Insurance 就是我刚剛說的第三方責任險，它永遠都是保在裡面的，以及24小時車輛救援
如果是车輛自己本身的問题的话，它是会直接提供免费的救援的。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选这个保险的，有点太坑了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 Basic Protection， 其实这个价格也挺便宜的，可能40块钱一天嘛。那么它能保哪些呢？首先这个是 Collision Damage Scratch Bumps Theft 啊，这个东西就是 LDW 啊。首先看这个 Collision Damage Scratch， 这个就是车輛的本身的损伤。Theft 呢就是被偷，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 LDW 了。但是大家仔细看啊，它虽然说保这个险，大家可以看这条写的挺小，叫 Deductible up to1900英镑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词儿 deductible 呢，大家就可以理解为 excess 最低免赔额、起赔額。就算这個保險買了，出現了這個 damage， 出現了刮蹭、被盜的話，這個最低起賠額是1900磅，1900磅以內是大家需要自己賠付的，1900磅以上的價格錢是保險賠付的。其實買這個險其實也挺虧的，就是相當於，小刮蹭也基本上都是你自己去承擔的。我們再看下一個保險叫 Smart Protection 啊，這個就比這個 Basic Protection 要更好一點的，也更貴一點，平均每天貴40塊錢左右吧。這個也是 LDW 是包括的，它是打勾的。那麼這個跟這個 Basic Protection 的區別就在於，它這邊寫的很明確，叫 No Deductible， 翻譯過來就是零起賠額。就像我剛剛說的，就不管出現任何的損傷，你不要賠付任何一塊錢。它還加了一個叫 Tire and Window Shield Windows， 翻譯過來就是輪胎、擋風玻璃跟玻璃險啊。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輪胎玻璃險啊。這個險我建議大家需要買的。其實我這次租車碰到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我其實刮蹭到了輪胎，在最後還車的時候最後一個彎翻車了啊，刮蹭到了輪胎，但其實不是輪胎，是刮蹭到輪毂。其實那時候一直在糾結輪胎險到底包不包括輪毂呢？後來我問了工作人員啊，工作人員跟我說，就是輪胎險是不包括輪毂的，但是輪毂是包括在車損險裡的，就是之前說的 LDW 的。因為其實大家在英國自駕很多情況下會靠馬路牙子挺近的，很容易就刮蹭到輪毂的。就算刮蹭到輪毂，你只要買了 LDW 就沒事兒。所以輪毂這個事兒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啊。但是它不包括剩下兩個 damage， 一個是 interior damage 跟 roadside help，common mobility issues。interior damage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 for example 他說是 spills， 比如說大家在車裡面嘔吐了，造成了它的內飾損傷，需要去清潔的，這個是它這個保險賠付的。另外就是比如說大家把那個內飾劃傷了什麼這種之類的，這個保險是保這個東西的。下面一個 roadside help 就是我剛剛說的道路救援險，就是因為人為失誤導致的道路救援這個險啊。那麼這個 smart protection 是不包括這兩個險的。那麼最後一個叫 all inclusive protection， 這個保險就是最牛逼的保險，就是所有的東西剛剛提到的都包括在裡面。那麼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全險。但是就算買了全險，有兩個東西依舊是可能不保的。首先是車頂啊，大多數情況下車頂是不會造成損傷的，主要是底盤。就比如說大家磕到什麼東西的底盤，那麼它有概率是要你賠付的，就算買了全險啊。這個事情我也沒有遇到過，如果有遇到過的朋友，可以在彈幕上或者是評論區打一下。這個就是我們整個的關於在 Sixt 租車的時候選擇的保險，其實還是挺明確的，就是大家一般都會選擇Smart Protection 或者是 All Inclusive Protection 這兩個保險啊。那麼我個人這次租車的話選擇是 Smart Protection， 因為我個人覺得對自己駕駛能力是有點信心的，覺得不會犯一些這種需要道路救援的錯誤，而且就算需要道路救援也是低概率事件，那碰到了也算我自認倒霉，那麼我能承受這個風險，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Smart Protection。對自己的自駕技術沒有那麼有信心的朋友的話，就可以買這個 All Inclusive Protection。比如說我們選擇 Smart Protection之後可以繼續啊。好，發現接下來一個頁面啊，就是其他一些額外的費用啊。首先第一個就是 additional driver 啊，在英國自駕有一個點就是，如果你有第二個司機的話，需要增加第二個司機的價格的啊，不像我們國內就是換司機開就行了。它的保險是跟着人的，並不是跟着車的。如果是被發現是你的同伴開車啊，並不是你租車本人開車啊，造成了一些損傷的話，這些保險它都是不保的。第二就是 GPS 啊，這個我覺得不要買，車帶的這個導航其實都不好用，那直接用自己手機去導航或者連它的 CarPlay 就可以了。那麼第三個叫 Refueling Recharging Service， 英國這邊還車跟國內是一樣的，如果他是買油給你的話，你必須買油回來。萬一大家還車之前沒有時間去加油，那麼他會提供這個加油的服務，但是它只是一個服務費，真正最後還要幫你加那個油呢，需要你自己去承擔。在櫃台上他也會提供一個費用，就是說空油回來都行，只要付一定的價格，就是油費跟這個服務費它都會包含在裡面的。這個好像在網上是沒有這個險的，那麼大家可以在櫃台上去買這個，如果不想去加油的話。下一個就是 UK Island Hopper， 這是啥意思呢？就是在英國有很多島啊，比如說蘇格蘭有些小島需要坐船到那個小島，即便之前買了那個道路救援險，如果到了島上出現了人為的失誤需要道路救援的話，
它是不保在原來的保险的，必须要额外买这个保险。当然，这个险它是不包括几个岛的，像这个 Jersey 啊，这一个岛还有曼恩岛啊，这3个岛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这个岛的险甚至是包括爱尔蘭的，因為在英國其實從北愛爾蘭是可以開到愛爾蘭的。OK， 接下來就是2個險，一個叫 Mobility Service， 一個就是 Interior Protection。其實這2個險就是剛剛全險中間包括的2個險，一個是內飾險，一個是道路救援險。剛剛那個保險 package 裡面是2個保險必須強制一起買的，這邊就相當於提供了這2個保險單獨去買的一個情況啊。接下來這3個就是 baby seat 了啊，就是幾個關於小孩座位的一個需要付的一個東西啊。如果帶小孩出來玩的話，大家可以看看需不需要買這些東西啊，這個我就不仔細介紹了。我們到達最後一個頁面啊，就是 review 你的 booking， 這邊需要寫一下大家自己的信息。那麼主要關注的一個點就是這個地方，就是叫你是不是28歲以上啊？我剛剛在說了，就是在英國其實大多數情況下是只允許25歲以上的人去開車的，25歲以下的人一般需要花額外的錢才能去開車的。那麼這邊顯示是28歲以上才能讓你正常的價格去開車的。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選擇25歲的話會怎麼樣呢？25歲的話是2001年出生的朋友，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Age Excessive Waiver， 會有個額外的價格會出現在這裡。如果選擇是28歲以上的話，就是沒有這個價格，就655吧。那相當於 Sixt 它的正常價格是只允許28歲以上的朋友才能原價租車。如果比如說25歲以下，可能20歲，它可以看到說 Sorry, you are too young to rent a vehicle in selected contract。22歲是允許的。21歲也是允許租車的，就相當於20歲、21歲以下還是不允許你租車了啊。在用 Sixt 這個網站租車的話，那麼不同的車行它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年輕人朋友呢可能會租車會更麻煩點，花費的錢更多一點。這邊還有一個點就是 driver 必須是有他的駕照有1年以上的，就是大家哪怕是用中國駕照去開這個車的話，必須也需要就是1年以上的駕齡才能他允許你開車啊。這之後就是付錢了，那麼我們整個租車也租完了啊。如果大家不想在 Sixt 租車，在別的網站上租車，我也來做一個演示啊。我們現在用的是 Europcar 啊，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公司啊。選擇都一樣，也是愛丁堡，我們選擇一個 vehicle 啊。選完之後也是選保險啊。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保險，它這邊就只有3個 package。第一個 package 就是叫 standard 的啊，這裡就有一個詞就是 access， 叫 full vehicle value 啊。我估計的意思就是說它的最低免賠是這輛車的價格，所以其實這個保險挺坑的。它的包括就是在取車前48小時可以免費取消啊，也是 unlimited mileage 啊。然後第3方責任險是必須有的，其他什麼都不保啊。第二個叫 comfort 啊，這上來就是一個 no excess，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零起賠額。然後它所保的保險我們看一下，這邊就是 collision damage and theft protection 啊，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LDW 啊，就是車損險和盜竊險啊。兩不包括的一個是車損險 CDW 跟 theft waiver 就是 TW 就是盜竊險啊，這兩其實是統一在這個裡面的，所以它這兩個就打岔了。但是它這個保險是不包括 window screen glass and lights and tire protection， 玻璃險跟輪胎險是不包括的這個險。第3方責任險是在的，那麼這個道路救援險是沒有的。Extended roadside assistance 就是我們所說的人為損失造成道路救援險。那麼最後一個險就是所有的險都在一起來了，這兩個因為打岔，因為也是包括在這裡的，所以就打岔，就相當於所有東西都在這裡面了。然後這邊有一些 extra， 比如說 additional driver 跟剛剛是一樣的，然後衛星導航沒必要。這個是 young driver cover， 大家看這個 Europcar 就是說，如果你在26歲以下的話，你需要付額外的錢啊，跟剛剛 Sixt 又不一樣，剛剛 Sixt 是28歲啊，這個就是過了邊境，就是出了英國的一個費用啊，叫 Europe Drive Cover 啊 ，Island Explorer 就跟剛剛一樣的是一個上島的險，然後這些就是小孩的座椅啊。其實跟剛剛在 Sixt 稍微有點區別，因為肯定不同的車行它的那個租車的方式是不一樣的，但是其實本質上的邏輯是一樣的，尤其是保險啊 ，LDW 道路救援、輪胎跟玻璃啊，其實就這幾個東西啊，所以就是底層邏輯知道了，不管在什麼車行租車，都是能游刃有餘的去解決的。剛剛說的兩個車行 Sixt 跟 Europcar 是比較大的車行，就是他們的保障比較到位，然後車輛選擇也比較好。那麼如果是一些小車行，那又會是怎麼樣呢？我們來實戰操作一下啊。我們來選擇一個車行叫 Enterprise， 這個 Enterprise 在英國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一個租車行啊，而且它的價格也相對比較便宜。我們選擇一個，比如說愛丁堡還是愛丁堡啊，隨便選啊，年齡可能25這樣吧，就隨便選一個啊。我們隨便選個，比如說愛丁堡韋弗利車站啊。好了，我們也是隨便選一輛車，比如說這輛 SUV Auto 啊，就它了。現在付款的話是便宜348磅，但是如果 pay later 的話是400磅。然後我比如說pay now，接下來就是一個保險了。你可以看到這裡的保險它只有這3個，它甚至都不是個 package。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首先這個 damage waiver 它是 included 在價格裡的啊，看上去是在包括裡面。我們要點開 details 可以看一眼啊。
這個比較長，我就用中文翻译一下。它的车损险是这样的，就是每次损坏事故的免赔額為1750英鎊，這是適用於小型的一些 SUV 啊什麼這種車。啊，其他車輛的免賠額是2250英鎊，就相當於虽然它是有這個險，但是你的免費起賠額是1750鎊。好，接下來它就又加了2個險啊，一個是 Access Protection、Roadside Protection。我們先看 Access Protection， 這個 Access Protection 感覺好像是更划算一點，就是更好的一個保險。但是我們打開 Details 再看啊，為了方便解釋，我還是翻成中文。我們可以看到最關鍵的一句話，对於這些轎車，免賠額可降至100英鎊。然後对所有其他的車輛免賠額降至250英鎊，就相當於它比剛剛的1750鎊要便宜，但是也不是完全的零免賠額，而是100鎊和250鎊。就相当于你就算買這個保險，你碰了事故，你還是得賠錢。它的免賠額是100鎊。接下來就是個道路救援，我們來看一下它道路救援說的是什麼。其實就是剛剛的道路救援險再加上的輪胎跟玻璃險啊，但是它這裡全部就稱之為道路救援險。然後我發現它一共只有這3個險，沒有更多的險了，就相當於。就算你買齊了這所有的險，也不是說所謂的全險。你不管怎麼樣，你就算碰擦了，你還是得賠錢。大家以為自己買了一個全險，其實它並不能称為全險，它依舊是有免賠額的。這就是一些小車行的一些問題，就是它租車可能便宜，但是它的保險並沒有說非常的完善。然後往後面走也是一樣的，就是一些 baby seat 啊、navigation 啊之類的，啊就沒了。OK。整個線上用官網直租的這個流程我也給大家演示了，其實不難，買對保險這才是最重要的。其實租去玩更重要的還是開心，那麼買足保險是對自己游玩體驗的一個保障。那麼之前說的都是車行官網的一些保險，大家也不需要害怕，就是完全不選國內的保險。國內保險雖然它理賠上比較複雜，但是它也是可以用的。那麼它邏輯呢，跟我剛剛說的英國這個保險的邏輯是一樣的。那我們來看一眼租車上这個保險是什麼樣的啊？我們打開租車的 APP 啊，一樣的，我就隨便選了個愛丁堡韋弗利車站啊，選了一個這個，比如說這個是 Green Motion 的一個車，然後現在接下來就是一個保險了啊。首先它這個車行基本險大家不要去看了啊，大家如果想用車行基本險的話，還不如去它的車行自己官網去租呢。好，接下來就是租車幾個險了，它好像這個車只有2個險，一個叫超級特惠全險，一個叫超級安心全險啊。租車這個保險其實跟我剛剛說的一樣的，第一就是這個碰撞盜竊險，上面寫的是零起賠額，就我剛剛說的 LDW 一個道理啊。第三者責任險 TP 就肯定是包括在裡面的啊。接下来就是超級補充全險啊，这國內保險承擔啊，這個我仔細看了一眼，輪胎、玻璃，甚至保障到底盤，甚至道路救援費用也在裡面的，甚至未用車保障。未用車保障就是取消訂單可退100%的租車租金了啊。超級安心全險啊，我們來看一下對比什麼超級特惠全險，這邊還有一個財務的保障，比如說大家東西被偷了，車裡的被偷了，或者自己開車的時候遭受到了身體的損害，需要去就醫的，它可能這個保險是保的。那麼還有一個就是補充第三者責任險，可能造成別人的車更多的價格了，會有20萬起賠額。它的邏輯上是一樣，就是那幾個險：碰撞險、第三者責任險、輪胎玻璃、道路救援，就這幾個啊。價格一看就很便宜啊，真挺便宜的，251塊錢一天。我也不是說租車的險是不好的，它東西也都保上了。它唯一的不好的點就是理賠的流程，包括理賠的時間會更繁瑣、更複雜、更長。我在網上看到很多朋友在租車上，像第三方平台上去先定最基礎的一個價格，保險不買第三方，到了現場再去櫃台上去買保險，買租車行自己的保險。那麼可能在第三方平台上，就是最基礎的租車價格會比在網站上租車價格要便宜，到了現場再去買他們自己的保險也會更容易理賠啊。這個方法是正確的。那麼其實有幾個誤區，也不是誤區吧，可能是幾個問題會存在在裡面。首先第一，大家如果在櫃台買保險，我個人覺得是有一定風險的。為什麼呢？如果大家在網站上看保險的話，大家是會游刃有余去看。如果英語不太好的朋友呢，也可以用網頁翻譯去翻譯一下。其實是有大把時间去選擇、去決定去買什麼保險，甚至你可能第2天、第3天再去想想再去買哪個保險。但是現場買保險的話，它就直接給你一排英文。我記得 Sixt 就是給你一個 iPad 讓你去選。其實如果英文沒有那麼好的朋友，很容易就看岔子信息，你到底選擇是哪個保險，然後這個保險到底保什麼的，很有可能会看錯，然後買錯保險，或者是多買保險少買保險什麼之類的。在現場大家一定是一個比較緊張的狀態，並不是像在電腦前這麼從容。但是如果在第三方平台訂車的話，就無法在它的官網上去買他們自己的保險。第二點就是，其實在櫃台上買保險，並沒有說價格是跟網站上買是一模一樣的價格。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刚刚在 Sixt 官網上去買保險的話，它是有一個打折的，但是到現場去買的話，可能就沒有這麼便宜了。到底選擇什麼樣的租車方式，第三方還是車行自租，還是大車行還是小車行，
這個全都是大家能否承受的一個風險的一個多少啊。如果大家想承受風險低一点，但是愿意多花点錢，那就選擇大车行直租。大家是能承受一点風险，并想省点钱的话，就可以小车行或者是第三方租车。我个人的操作一般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先拿我们中国的第三方 APP 去比价，然后看哪个公司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再选择这个公司去到它的官网。去用它的官网看看租车是多少钱，然后跟中国的我们APP 上这个价格去比。告诉大家一个 tips， 就比如说像 Sixt 这些租车网站，现在已经在中国是有它的小程序了。那么我这次租车其實是通過比較它的官網以及小程序上的一個價格，我發現中國的小程序上Sixt 的訂車的話，它有兩個好處。第一是它可以隨時取消，但是價格是跟官網上是一樣的。經過對比，我就很果斷的在小程序上去訂了這個車。小程序上它也會有一個訂單號的，如果大家害怕的話，可以到 Sixt 的官網去輸入這個訂單號啊，你會發現這個訂單是跟它國外這個官網是聯合在一起的，所以也是一個非常正規的一個租車渠道。但是我後來第二次去了意大利之後，我還是通過這樣的套路，然後我發現官網的這個保險比小程序的 APP 就便宜。那麼我第二次在意大利租車也是通過 Sixt， 但是這次是通過 Sixt 的官網上去租的，都是比價比下來的。講了半天，把車終於租好了，那麼我們就要去提車了。提車的話其實挺簡單的，就大家按照約定的時間，你晚一點早一點都可以，沒關係的，只要在它的營業時間內去提車就可以了。提車的話需要幾個文件啊，首先第一個是我們中國的駕照的原本。我們剛剛也說了，英國官網是允許外國人用自己本國的駕照去租的車，但是這個原件是必須要帶着的。那麼第二個東西就是中國駕照的翻譯件，這裡給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很多朋友手上拿的是一個小白本，那個東西他們謊稱是國際駕照，其實那個東西不是國際駕照，那個東西只是一個翻譯件，它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這個東西才是國際駕照啊。因為我有英國駕照，所以說我可以辦這個國際駕照啊。中國是沒有加入 IDP 這個協議的，所以中國是沒法做國際駕照的。但是在英國租車呢是不需要國際駕照的，所以這點大家就放心，沒事兒啊。有些租車行呢，因為要看你的那個駕照的那個時間啊，包括有效期啊，它需要一個翻譯件來去看，所以翻譯件還是得備好。那麼第三樣東西就是有本人簽名的信用卡啊，這個信用卡一定是 Visa 跟 Mastercard 的這種國際的信用卡，不能是銀聯，銀聯在哪都刷不了。但是一定要是本人名下的，否則他是不會把車租給你的。這個信用卡用來幹嘛呢？第一是有些朋友是不是在網上付款的，可能是現場去付款的。第二就是押金啊，一般他會有一定的押金，保證你萬一沒有買對保險，然後造成的車輛損失，他會從押金裡扣除你這個車輛損失的錢。另外還有一些就是比如違章的一些費用需要他扣除的，所以這就是信用卡的一個作用啊。辦好手續之後，大家就去提車了。就提車的時候一定要去拍照跟視頻留存證據啊。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車身、輪胎、玻璃一定要都拍仔細，哪怕大家保險買齊了，也要做好這樣的防範措施。說到這個就得想一下，去年我在 Enterprise 租車就碰到一個事兒，等我還車的時候，他跟我說你車上有劃痕啊，那我說啊這個劃痕不是我造成的，然後 Enterprise 的工作人員直接跟我說，他說租車前的有沒有這個劃痕，我們是不檢查的，如果還車的時候檢查出來有這個劃痕的話，就是你必須承擔這個責任，除非你在租車前是有拍照依據的。Enterprise 這個公司呢，剛剛也給大家看了，就是它不管怎麼樣，你有任何的劃痕，你都至少得賠一點錢的。萬幸我那時候在拍 vlog 留下了一個證據，後來用這個證據證明在租車前就有這個劃痕，而不是我造成這個劃痕，否則我就要賠這個錢了。所以尤其是小車行租車，大家一定要留好拍照的證據。那麼大租車行的話，我這次 Sixt 體驗下來，就是租車給你之前會有一個信息告訴你這個車有什麼問題，然後他會拍張照片貼在你的那個賬號裡面。這個其實我覺得就是大車行的好處，這點會做得好一點。還車之後他會再檢查一遍，如果有新的造車損傷，他也會拍照片傳到這個賬號上去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我覺得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所有的檢查都是人為檢查的，只要是人為檢查的話，一定會犯錯誤的。這麼大一個車子，一兩個劃痕，它真的可能會漏檢查。為了規避這些因為人為的問題導致的你需要承擔的一些風險，我個人覺得第一還是自己留好證據，第二就是買好保險。這兩個是我們自己能做到的，那麼就把這兩個東西做到極致吧。接下來還有一個比較提醒大家的一點，就是大家租車的時候一定要看清所取車的那個租車行的分店它的營業時間，尤其是還車的時間是否在它的營業時間內啊。有一些租車行它並不是像國內24小時租車的，它是下了班它就不會給你任何的租車的服務的，包括你還車的服務的。寫的是5點還車，他5點鐘下班，但是大家遲到了，
這個時候大家是還不了车的，這個多余的費用大家需要自己承担。像我这次在格拉斯哥租車，格拉斯哥它有2个 Sixt 的租车分店，一个是火车站，一个是离火车站10分鐘左右步行的一個分店啊。其中火車站那個分店好像就4點鐘還是5點鐘就下班了，但是我是6點鐘才能回來，那麼我就選擇租到室內的那個分店。那個室內這個分店呢，它雖然也是有營業時間，但是它是寫明確就是24小時還車的，因為它有一個車庫，大家只要把車停進去，然後把鑰匙放到它的一個指定的地點就可以了，就相當於還車成功了。如果大家保險沒有買齊，盡量不要在營業時間後去還車。大家今天還車，第2天他檢查出一些毛病，那個時候可能我們早就不在這個城市，甚至都已經回國了。我們沒法去現場去跟他 argue， 我們沒法去現場去把我們的證據給他看啊，到時候這個溝通成本會加劇很多，然後會變得非常複雜。盡量在檢查車的人在的情況下去還車，這樣就算他檢查出問題，如果我們留存證據，可以現場跟他講，就幾分鐘的事情就認可了你的一個說法。當然，如果大家保險買齊的話，24小時還車就沒有問題了。就比如說我這次就是保險買齊了，我在他營業之後還車，然後在最後一個彎把我的輪毂蹭了。他第2天給我拍了一張照片，說我這個輪毂蹭了，但是最後給我寄的 bill 沒有任何的就是額外的需要付的費用，所以這個事情就結束了。押金的話，他一般是會1個月之後再退給你，但是他在你租車之後的1-2天內會寄給你個 bill， 那個 bill 值就是一個最終的一個依據。如果他們說沒有額外的一個費用的要支付的話，就相當於你這次租車就結束了。如果大家非常不幸，非常不幸啊，當然我不希望大家不幸啊，就是在路上遇上了事故怎麼辦？最簡單的就是碰擦，就是一些車身碰擦。這個如果你還能開車的話就沒有事兒，也不需要報備，大家只要把車開回來，讓這個租車行驗就行了。買了保險就不用賠，不買保險的就賠錢。如果大家碰到別人的車了，造成第三方的損害了，那該怎麼辦呢？其實跟國內的處理方式差不多。首先第一點就是大家一定要打電話報警。英國的報警電話是999，如果碰到本地人的話，我相信應該是對方也會幫你報警。報警之後呢，警察來了，認定責任，然後會給你一個什麼單子，就是報案的一個單子，然後上面會寫明誰的責任，哪裡出問題了，哪裡造成的損傷啊，這種之類的。大家把這個單子保存着，然後在現場把所有照片全部拍好，包括你自己損傷，包括別人車的損傷，包括整個路況的一個情況都要拍好，留存好證據，視頻、照片都得有。之後呢，大家通知自己的那個車行，告訴他們，如果大家車能開走，就是哪怕車撞壞了，但是依舊能開，你就接着開。如果因為撞壞了之後不能開的話，大家就要叫道路救援，通過租車行叫。因為有些朋友是買了保險的，如果是因為撞了車，導致的需要拖車的話，買了保險的話，打電話給租車行，他會提供免費的這個拖車服務的，千萬不要自己去叫拖車，那自己付錢。英國這邊的它的效率比較低，那可能會等好幾個小時啊，這個大家要做好準備啊，所以開車一定要當心啊。拖完之後有可能大概率情況下，就是他會給你換輛新車，也有可能就是幫你修好，都有可能啊。之後呢，等大家回來還車的時候，把這些所有的證據交給租車行，保險公司判定你的這個到底是不是需要理賠，或者是不需要理賠，這個東西都是保險公司的事情。碰到事情先冷靜，報警，留好證據，打救援，就是這幾個流程。因為我自己沒有碰到過這些事情，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看別人說以及自己網上搜的一些信息，它的流程。那麼具體情況我覺得會更複雜一點。那我希望大家還是千萬不要在路上碰到這種情況啊。以上就是我們整個關於租車的一個流程以及方式以及方法，希望能夠幫到大家。而且以上的這些租車的方式呢，不僅是在英國，大家在任何一個歐洲的國家，甚至別的國家都可以通過這個方式去租車。那麼有些國家是需要我們所說的這個國際駕照的，比如說像日本啊，那有些國家也是不需要的，像比如說像意大利這種之類的，方式都是一樣的，保險也都是一樣的，操作也是都是一樣的。接下來我會做一個關於英國安全駕駛的一個視頻，我們下個視頻再見。